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承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好，关注以伊互轰第7天了呀。那看起来这个局势还正在扩大。来看看这个画面哦，伊朗空袭了以色列南部的大医院，医护惊恐逃窜的画面曝光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凌晨的时候啊，伊朗朝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的飞弹，医疗中心是直接被飞弹给命中哦，所以医院内一片狼藉的画面也跟着曝光了。以色列的防长呢，他们讲说啊，哈米尼是现代的希特勒，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不容于世啊，加强要打击伊朗，消灭德黑兰的政权。以伊的炮火不停哦，以色列他们的证交所的门口啊，也是被炸成了，可能是这样子，一整面全部都是玻璃窗的这个大楼啊，全部被炸的这样子，哇，千疮百孔的玻璃啊，碎地满地的这种画面都曝光了。还有这个挪威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也传出了巨响，据说是有人投掷手榴弹，所以呢，现在看到了，以色列啊。轰炸伊朗的重水反应炉现在遭到反击，现在目前纳坦雅胡是下令要加强攻击的力道。不过以色列炸电视台哦，让伊朗的电视台呢出现了这种画面哦，副控瞬间的画面就爆发出来了。随着巨响传来，摄影棚里面震动非常的剧烈，女主播是迅速离开，工作人员四散，但是仍然造成了3死的场面哦，而且是直接炸出了一个大洞啊，这个墙面直接是破洞镂空了，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些线路，这就是电视台因为要牵非常多的管线哦，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状况非常的惨烈。那再来我们看看川普到底是不是要出手了呢？纳坦雅胡说不排除要斩首哈米尼。现在以色列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已经摧毁了伊朗超过1半的飞弹发射器。白宫也说，现在川普决定大概是要2周内来看看到底要不要出兵。而且这个近期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可能会跟伊朗永和的事情再做进一步的谈判。美军现在也考虑要参战这个以伊冲突了吗？卡达的基地看到了40架军机突然撤光的画面哦，因为美军在卡达原本放置了40多台军机，就被拍摄到说，哎呦，军机本来这样子密密麻麻40架，现在全空了，可能是美方担心伊朗会有这种潜在的报复性的行动。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先行撤离啊，防止伊朗的报复。不过呢，这个核战的末日飞机出现在了华府，也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个E4B 出现在了华府郊区，所以这是不是代表着美方现在已经全面正在戒备当中哦？而且五角大厦已经把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调往了地中海。目前在中东附近已经部署了3艘航母了。通常人家讲说啊，美方如果部署3艘航母，可能就是已经代表着开战的讯号啊。那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说了，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伊朗是不会重启早前就是他们研议但是没有成事的美伊核协议谈判。就是说你要先停火再来谈，伊朗的态度就先摆在那边。那美国的军事网战区他们报道了，现在有1架伊朗的总统专机，还有2架政府所属的飞机已经确认降落在阿曼的首都哦。那外界就在揣测说，这是不是代表着德黑兰代表团要跟美方展开谈判？那他们说有3种可能性哦。第一种可能就是高层代表团准备就冲突结束展开新轮的谈判，或者是呢再送希望逃离德黑兰与伊朗西部等空袭前线的人员。第3呢是预先调离飞机，避免被摧毁，那可供日后来撤离高层官员。那川普现在迟迟没有下空袭令，因为白宫想法是说要等2周时间嘛。那曝光了这个画面是这个，如果真的要针对核设施的话，碉堡克星到底有没有威力呢？这个碉堡克星英国的卫报讲，恐怕威力是不够的哦。
这个 GBU57巨型钻地弹到底能不能够摧毁这样的核设施，现在引发了外界疑虑。为什么不动手呢？是因为这个威力不够吗？所以这个英国的卫报是这样在质疑哦。那但是伊朗现在还有这个409公斤的高浓缩铀，被发现下落不明哦。IAEA 证实无法确认它的这个位置到底在哪里，所以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核设施的这个等于说下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掌控到，美方也才不能够赶紧下手，或者是说迟迟没有动作的主要原因呢？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川普其实讲2个礼拜，另外还有一个新闻焦点啊，他说我们跟伊朗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讲2个礼拜就是不会打的意思啊。那这有很实际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伊朗那个浓缩铀，这个超过60%的408公斤，大概距离这个地表有将近800公尺，所以你即使针对那个 Fordow 那个地方，你用 B2战略轰炸机不断的用这个GBU57连续轰炸，你也没有把握能够打到了。而且它又不是一个定点，它可能会移动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你如果要斩首哈米尼那，那伊朗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已经有人在警告川普，说你不要让伊朗变成利比亚，那会更惨。那什叶民兵到时候就到处乱打了。那美国在中东地区，美军在伊拉克跟叙利亚还有5000人呢，所以我觉得是基于这2个军事上的实际理由啊，会使得美国很谨慎啊。而且目前美国国内的民意啊，大概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事实上连《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 都反对，MAGA 主流都反对，我昨天还看到那个就是福斯的那个前主播啊，他跟那个 Ted Cruz 那个德州那个鹰派当场那边吵架啊，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出兵的几率非常低了。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你如果把伊朗逼急了，伊朗是有非常手段的，他可能有3种非常手段啊。第一个就是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以色列在那个 Negev 沙漠那个核设施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而且 Negev 附近已经开始被打了，昨天就出现了。我觉得他就是在示警啊，说你不要以为我不能打你啊。那第二个就是伊朗尽管没有核爆的能力，可是它可以制造脏弹啊。对，因为浓缩铀会造成辐射污染啊，那用普通的传统炮弹就可以引爆。那如果脏弹引爆，比如说在特拉维夫，那个土地有10年以上不能使用啊，这个都是非常手段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手段就是，我就跟你拼啊，把霍姆兹海峡给封了。那这个非常容易，因为那个很窄嘛，你只要把2艘船给炸了，基本上就堵住了。那石油要涨翻了，石油大概一般估计会涨到$300以上了，那这个不会直接打击到美国，波湾国家在那边叫中国大陆实际上也损失，可是它就会造成世界大乱，而且这个僵局，霍姆斯海峡没有人能够去清理啊，因为距离伊朗那么近所以我跟你讲，我基于我以上的这些理由啦，我认为川普不会打而且他也知道以色列就是设局要诱发你被卷入，所以我不认为川普会这么笨那目前的僵局是在于以色列没有下台阶，我坦白讲，我认为以色列打不下去了，因为伊朗的幅员广大，人口超过8500万。以色列是集中就2万平方公里如果伊朗未来每天都只打50枚导弹，你受得了吗？你白天上班，而且你看他打的地方，证券交易大楼也打那一天海法港口的炼油厂也被打，那如果海法伊朗进一步打你的净水厂呢，你以色列受得了吗？就是说基本上它人口密集而且高度开发的城市就只有几个，
那目前它的铁穹导弹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拦截了，对，大概每次都有10%左右的导弹会打到目标啊。那超高音速导弹根本没有办法拦截，所以打消耗战，我觉得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好，来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这次的战争非常有趣啊。从去年开始，这个以色列还有这个哈马斯这样互攻之后呢，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伊朗其实它算是在中东一个大国，好，不管土地面积，我们光讲土地面积大概就是这个以色列的9倍，那人口呢大概有7倍土地有7倍之多，人口呢有9倍之多。那么这么大的幅员，而且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不差，在全世界的军力排名在第14名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伊朗长期的跟美国呢有所谓的，就是它。其实美国在跟他谈的非常多，跟这个核铀有关的东西，都是没有完全禁止它这个浓缩铀的发展，但是呢要限制它的核武器的这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在这个你到底让你自己的核武发展的进程有多少呢？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经济的封锁。好，那不管怎么说，就在整个中东的这个国家，只要战事一起来，你发觉这个在另外一派就是美国在后面支撑以色列，那么当然。这些中东产油国呢的很多的这个国家对以色列呢，其实都不是这么的直接的友好。那当然很多的国家，不管是我们知道的叙利亚或者这个黎巴嫩像他们的真主党，或者这个也门的这五塞这个武装，或者是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等等这些后面大概都是伊朗的影子。当然这次呢，伊朗呢变成了以色列后来跟他的这个后来就是他背后之前从哈马斯后面的这个最后的保护主伊朗。产生了直接的对决，我觉得后来就演变到这样子，就是小的先出来，然后越来越大。好，那当以色列跟伊朗来对打的话，我觉得从军事对比来讲，这个都是算武力还可以，当然都不是很前卫的哈。我们从这个军力指数来讲，从第14名还有第17名的以色列这样对打的时候，真的谁赢谁输，我们也不敢说了。不过当然伊朗它有它的军事实力，可是以色列我觉得最后它的幕后还是有美国的关系。我觉得从这个几次以来，以色列敢这么大型的这个轰炸伊朗，当然我觉得它背后都是有这个美国的撑腰。当从 G7 的会议看到这个川普这个中间还没有开完会就跑回去，那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把它列为重要之事情，开了他的国安会议，那么要做后面的动作。可是那他后来呢，在动不动武之下喊出的这个所谓的2周的决定2周内或者说2周后再做决定呢，这个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些考量。第一个，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战争必须师出有名，要非常之有名。到底美国现在因为以色列跟伊朗打，那你的名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核武已经在发展了吗？看起来也不是，只是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和伊朗这边之间的交战而已。而以色列好像帮美国去做一个要伊朗要你停止核武的这个发展的动作。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之前也炸了他们非常多高阶将领。那么也炸了他们非常多的核武设施了哈。好，那这时候呢，当然有一些震慑作用了。可是我们看到全世界核武大国，当然除了这个联合国安理国的5大国之外，大概跑不掉的就是之前打仗的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北韩。而再讲还有一个呢，就是隐约算是有核武能力的，就是以色列，而伊朗他却不让它发展。那不管怎么说，中东这一块产油国家是非常奇怪，就是两派角力。那我觉得啦，从我角度看，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就是因为后面有美国的支撑，而美国需要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来掌控那整个中东这个石油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呢，美国呢，它必须在它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策略的目标，或者它战略的一个这个布局来讲，我觉得它必须要有认真考量。因此，我觉得川普这个人，他是一个所谓的谈判者。他任何时候都会走到最后一个叫做我希望的还是谈判。因此刚才我觉得我们亮兄了，当然年纪比我小，叫亮哥讲的这个有他的道理。因为以川普这个人，你说他真的马上去战，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哈。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要用各种声音说，我已经知道你哈梅里的行踪，那么你要无条件投降等等的东西来恐吓你、恫吓你，甚至他做一些动作。今天即便是第3艘的航母过去了，我觉得他还是有恫吓的动作，希望他最后还是要走上谈判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就这样。那么当然，我觉得他师出无名之外，还有一个他的关系不到那么直接，还有一个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要考量他自己美军的非常多基地。在伊朗的射程，尤其它这个尼什导弹2000到2500公里射程之下，
他的整个美军基地的军人，或者他的甚至一些跟军相关的他这个美国人所可能会受到的伤害，他一定要考量。因此，我觉得即便航母去了，或有一些这个隐约的一些战力过去了，我觉得最后可能他还是要逼伊朗走上谈判路线。我觉得这是最后的结果。好，我们来请教盛峰哥。美国明显的是被卷入，被纳坦雅胡设计卷入到这一场战争。那我们就来想想，在川普心目中，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他一直想对外宣称的是，在我手上没有战争，但这战争在我的手上都能够结束掉。所以现在他的想法，他的作为里面，用极限的施压。你看他的极限施压里面包含加油机过去了，3个航母战斗群过去了，这个叶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合起来现在有11艘，1200个发射筒的这个战力过去了，这些点点都来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他的施压很简单，他要做的不是要开战，他是要创造可以和解成功的条件。只要和解成功了，你会看到川普又到处吹牛了，又在摇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这个战争还是在我手上解决掉了，哪像拜登只会引起战争，解决不了战争。我想，假如从这样的一个心情，就可以知道一些推论。所以谈到这里，也让我从台湾的角度不得不再思考一个问题：以美国跟以色列这样的关系，那么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美国说2个礼拜以后，我决定我要不要开战。那我不晓得以台海的情况，那么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万一发生战争了，美国要多久才要决定哦？台湾人想一想啊，台湾人真的你该想一想，以色列跟美国，人家美国是2个礼拜决定，那台湾要多久才能决定？第二个就是这一场仗已经越来越明显，开始感觉到好像伊朗是没有章法，但是最近经过这几天下来，观看各方面的分析，他是蛮有章法的。他的章法里面，第一个，他掌握了我的地大，你的地小，掌握到了我可以撤退的空间大，你的撤退空间小，掌握到我的人口的分布不是在大城市，你的人口分布全部在大城市。他也掌握到大城市里面生活最需要的是什么？油、水电、金融的金。这只要是被破坏啊，这个城市就等于没机会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各位可以看前半段，它显然在消耗以色列的防空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那现在我们就很少听到它到底能整多少，但是它每天这样几十颗这样的打下去，全部打在哪里？打在断水、断电、断金、断油的基础上，然后到了民间的设施。以色列人的感受是什么？几十年来，我没有感受到战争在我的身边，最多只是恐怖攻击。现在感受到咻，飞弹是会降下来的，而且都是半夜下来的，凌晨下来的。那一种社会的压力，会不会逼使得以色列在战场上要采取政治上要采取什么样的因应对策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创造要和谈的条件。但是我真认为，以色列所能创造的条件，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更高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目前以伊最新状况。那当然，这个中俄也通了电话哦。习近平跟普丁的通话，中俄也一致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朗。那他们是在19号的下午5点多通话的哦。那现在克里姆林宫是表示呢，两人同意当前局势是需要降温的。这通电话也在百度跟微博都登上了这个热搜置顶啊。那代表着其实中俄双方也是希望这个战局不能再进一步的扩大，因为如果变成了核战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哦。习近平急着跟普丁通话，也暗示了大国要来降温以伊冲突哦。那首先看一下普丁的讲法。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非常危险，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习近平4点主张呼吁大国冷却以伊冲突哦，尤其当事人以色列应该要尽快停火。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有对外发表正式的声明，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应该要秉持公正立场、负责任的态度，为推动停火止战、重回对话谈判来创造条件，避免地区局势滑向深渊。
渊引发更大的灾难哦。因为本来要引发更大灾难，就是美国讲说啊要参与这场战争了嘛，很快就要做决定了嘛。那现在所幸目前这个要再多观望2周。那再来看看大陆的外交部，当然也有配套措施哦。他说已经有1600多位中国公民从伊朗安全撤离了。截至目前为止哦，中国外交部跟中国驻伊朗、以色列以及周边有关的国家使馆的组织协调之下，已经有1600多名中国公民从伊朗安全的撤离哦，数百名中国公民从以色列撤离，所以都是在撤侨，不论是伊朗或是以色列。那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以色列的防空洞竟然不让中国人进去哦，在微博上面有这样的讨论，引发了这个中国大陆非常多人的不满。我们来听听。你看看这以色列人坏成什么样，防贸间不让中国人进来，人挤不进去了，不让中国人进来。你看防贸间挤不进去了。对，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歧视呢？难道只有以色列才能够进到这个防空洞里头吗？所以其实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就是其他国家想要进去的，也都是被他们给排除在外哦。那以色列现在这样的做法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因此很多国家都开始派机来撤侨。日本也派了2架飞机啊，来做一些待命撤侨的动作。那日本的防卫大臣他们说，上午已经下令派出自卫队2架运输机在周边的国家待命，要赶紧撤出在以色列跟伊朗两地的日侨。那另外，这个普丁也说，中俄今年将会举行联合军演，来加强军事上面的合作。目前，中俄双方已经规划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并且要定期举行联合军演。那大陆的歼35隐形战机传出了量产的消息哦。大家很关注，就说，这个其实有新的照片曝光嘛？那这个可是可以跟美制的 F-35匹敌的这样的一个战斗机，因此，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当中，甚至还有中国版51区之称的这个新疆马兰空军基地，也出现了一个全新设计的巨型隐形无人机，它的机展机翼展开达到52米，机身长度大概是13到14米。整体来说，它的规模是跟美军的 B-21战略轰炸机跟 RQ-180隐形侦察机是可以相提并论。这个等于说隐形无人机也是首次出现在卫星照片当中，但是现在已经引起了国际军事界的广泛关注。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军现在押宝6代机中美的5代机已经在互别苗头了。原定在2025年采购44架 F-35A，2026年要扩编到48架，但是现在预算都砍半了。就等于说采购只剩下24架，是不是代表说，它可能要减少 F-35，而要重押宝在6代机，要跟中国大陆拼一拼呢？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中俄这个通电那基本上就是在表达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了。事实上，中国大陆基本上一定是支持伊朗的啦。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中吉乌铁路实际上接下来就是要进入伊朗，那伊朗有出海口那又可以透过伊朗进土耳其到南欧所以“一带一路”的扩大，伊朗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能源合作所以现在我认为大概是有2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未来的1个礼拜值得观察。第一个就是川普会不会打电话给普京，说，这个最后临门一脚的最后斡旋可能需要你协助了俄罗斯去斡旋伊朗，然后美国去斡旋以色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会不会透过巴基斯坦给伊朗必要的援助这个很耐人寻味因为巴基斯坦在第一时间就表达支持伊朗而且还表示以色列如果用核弹打伊朗，那巴基斯坦要用核弹打以色列，挺到这个程度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非常好，那伊朗就是没有空优嘛，他连那个防空的能量都没有，那这个部分刚好是
巴基斯坦可以帮忙的。那背后这个最主要更大的力量当然是中国嘛。所以我觉得你看，美国不是急着叫巴基斯坦的代表去跟美国见面吗？巴基斯坦的代表，结果我觉得印度一定很吃味了啊，怎么都没有人理我这样啊？那反而是巴基斯坦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巴基斯坦在这个战局里面，它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跟伊朗是邻接的，所以它这个陆地如果真的要提供伊朗军事物资，是绝对做得到的啊。那只要真的中国跟巴基斯坦决定做这件事，那我跟你讲，以色列就完了啦。那这个打这个消耗战就真的撑不下去了啊。所以美国当然会关注这个事了。所以我觉得未来值得关注是，美国是不是会联合俄罗斯进来斡旋？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会不会透过巴基斯坦来协助伊朗？好，来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我现在刚才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受到重视，而巴基斯坦这么敢 fully support 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然，这3个国其实都有临界嘛，哈，我们讲从这个乌鲁木齐哈到这个德黑兰，他们之间这个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这个交通往来，都这样。那当然在靠西，当它的伊朗的东南边又有这个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跟印度呢实际上有不少的不停的战事，但实际上以前伊朗并不是完全支持巴基斯坦，它甚至有这个历史的记忆是它比较支持印度的哦。那为什么巴基斯坦会这样子来挺这个伊朗？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情是不是有对以色列的不满，但我觉得最背后啊，我觉得阴谋论有可能在中国在后面，我们的对岸在后面呢暗地里撑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印巴的战争也是因为中国的武器或者它的整个配套呢，整个支持了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就是大概就是一样小国就赢了大国，这样就感觉，所以后面一个大国实际上非常重要。当美国也常常用这种做法，他都不会自己去出兵，他都用代理人战争嘛，在莫 support 就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从地缘政治，当然刚刚讲到地缘政治。中伊朗的关系，它好，那也就是它不管地缘政治化，它各种这种建设“一带一路”的各种关系绑桩，它私底下一定要支持它的。那么当然，他也不能去得罪以色列，所以呢，你看这个大陆人的发言人出来讲是说，他一定要说大国啊，尤其强调大国一定要秉持公正的立场，还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其实他们就算支持伊朗，他必须很客观的要讲这样的话，他也。意思要告诉他们的这个支持对面那个以色列背后的那个大佬叫做美国啦，因为美国已经摆明的非常清楚，就是帮以色列，而且从某个角度以伊战争，你从哪个角度认为你就一定要帮以色列去打伊朗呢？当然就是一个核武的发展的这种这个影子嘛。那过去你也做了非常多的经济制裁，这次是因为战争开始的时候你就介入了，而是以色列不断的攻击伊朗，你在背后还告诉他说，我军事武力都要去支持你以色列去打。所以我觉得中国呢，那当然他们这样力量可能还不足以敢说，我马上跟你美国对视，所以就跟俄国呢开始谈说，这个大国应该要公正而要负责任的态度啦，强调的就是美国你不该再做这样的动作。如果你再太极端，而且师出干脆无名的话，那对方搞不好也师出有名，为了维持世界的均衡，可能也跟你对干起来。我觉得这就非常危险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国际间的这种国际角力呢，真的非常有它的趣味，可以再去探讨。好，申峰哥，这样子啦，就是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绝对不希望今天的伊朗发生变局，对，因为这个变局对他不利，因为好不容易花了蛮长的时间，才终于签署了一个25年的一个合作协议啊。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最重要2件，一个是能源的保障啊，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据点。那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就讲得很明白，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俄罗斯、伊朗跟中国合成为一体，那对美国的霸权是很大的压力。那从这句话的反推来看，站在中俄的立场，目前的情况下，维持巴基斯坦的最少的变化，是对两国是最有利的情况。因此呢，这个就很有趣的是印巴两国，这个印度啊，当时啊看到这个美伊伊核协议好像有完成的希望的时候，印度急急忙忙就去跟伊朗签署了前天后战略伙伴关系啊，那是表示很好。
结果这一次战争一发生的时候，上合会发表了声明谴责以色列。这个印度说没有，我没有参加在里面，第一个绕跑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却表明了我要称伊朗。巴基斯坦称伊朗，全世界人都清楚一件事情：巴基斯坦什么时候有这种本事，在国际的场合里面说我要称哪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里面算强国之间的一个对抗。那当然谁都知道，后面一定有个老大告诉他说：去，你可以去讲这一句话，我做你的巴库。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不希望这个伊朗呢产生了太大的一个变化。那至于6代机、5代机的问题，现在也看到美国的 F-22大概已经属于不再是生产的一个状态了，而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歼20呢正是起飞的阶段。那 F-35跟歼35大概未来双方会有比较，因为都是小型的隐形飞机嘛。那至于美国的这个 F-47的新型的隐形战斗机6代机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中国大陆它已经大小2个第6代机的大飞机跟小飞机都已经是出现了，这是事实摆在那个地方。那美国呢？美国图画好之后它什么时候能生产得出来？它的生产成本会有多高？这个呢，大家都拭目以待。也就是说，当美国开始决定正式量产，可以使用到上战场的时候，我不晓得中国大陆的6代机已经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美的角力在经济方面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动作，今天最新的消息大陆已经连续2个月减持美债，现在目前的规模已经降到了7572亿美元，这已经是创下了16年来的最低水位而且还不光是大陆最近大家发现到说，怎么加拿大也在狂卖美债，卖了1.7兆，甚至是大陆的7倍之多在4月份的时候，它持有的规模暴减了578亿美元，那成了现在目前这个抛售美债的 No.1就是原来它才是卖最多的，总额下降到了3684亿美元，目前在持有国当中已经掉出了前5名，现在目前排名第7。那3月份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在第5名的位置，哇，这个4月份说变就变那再来这个澳洲呢，它同样澳洲的基金也是在减持美债。现在目前它有管理着这一家，就是管理着300亿美元资产这个国有的这一家澳洲资金，它现在转向减持美国主权债务，而且呢，就是它现在目前就是所对外讲的，就是担心川普政策的风险会造成一些损失所以他们是因为这样的评估方式才做一个减持的一样决定。那川普现在把这个罪过通通都怪到鲍尔他说是鲍尔不降息导致现在才会有这种好像要出现通膨的危机导致衰退所以他说鲍尔是美国之耻。那联准会的一些理事会他们也都是共犯，所以他现在是甩锅再来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对等关税90天。快要到了7月9号就要届满了，高盛是评估川普不会恢复高关税他可能又会再继续延后 Taco 嘛，因为这个川普永远都是 Taco 嘛，所以可能到了7月9号的时候，他又会找个名目再 Taco 一下，就像 TikTok 不是也有延长了嘛，一延再延，已经第3度在延迟了。不过在关税战上面呢，看到中美大使是隔空交锋，谢峰讲了一番话，小院高墙是圈不住墙外开花，大院铁幕只会促进大陆加快自立自强。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全球化的今天，想要人为切断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是不现实的。你筑起这样子的堡垒，筑墙设垒，它就会转向其他地方。那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他提到，美企呢，在整个供应链方面都对于大陆过度的依赖，所以必须要纠正当前两国关系的失衡。如果美国要在全球贸易中追求国家利益就不能够依赖随时可被切断的外国供应链。因此，他们还是坚定相信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制造业
搬回美国。可是呢，现在最让美国痛的恐怕不光是这个供应链问题了，而是稀土的管制。中国大陆的稀土管制持续在发威哦，连美国的业界大佬在讲说，这场仗啊不是一场快仗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因为现在完全在西方国家是没有任何的主导权的，稀土是太过依赖中国大陆啊，因此才会这一次被这个卡脖子卡得那么的疼啊，所以这个稀土问题恐怕才是美国现在真正最头疼的事情。那所以美国现在是不是又要tackle了？又tackle一件什么事呢？他说现在要恢复学生签证面试。你前一阵子在那边搞半天，现在说恢复啦，但是呢有设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公开你的社群媒体账号，有利于审查，要先思想审查一下哦。你对于美国有没有存在敌意？如果有的话，就不可以这个来做面试。那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回应啊，他说中方一贯反对将教育合作政治化，希望美方将川普总统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的表态落实啊，而且要保障在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看起来现在不知道这个僵局到底能不能这个顺利解开哦，因为学生很多现在不知道该去哪边念书才好，真的是被卡在一半哦。不过SpaceX 又出现了失败的消息，这是第10次的试射。哇，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哦，这是在18号晚上在德州展开了静态点火测试。那这个测试呢是遭遇到工程故障导致意外。画面显示呢，火箭底部冒出了一些浓烟呐。后来呢，火箭的前端又出现了这种爆发出刺眼的白光，出现了火球，然后后来喷射出火焰以及浓烟。那马斯克是讲说这只是个小擦伤啦，但是擦伤挺多回哦，就是一直在失败当中。但是中国大陆目前在太空领域，倒是不断有进展。中国大陆的梦舟太空船已经完成了逃逸飞行测试，登月梦已经又再进一步了。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加拿大减持美债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讯号了，因为它本来大概4260啊，那现在减了578亿，这很惊人呢。这个事实上日本也在减持，所以川普的所谓的增发美债的计划，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是0啊，而且很多国家即使买进，也都是买短债。就美国未来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1年以上的美债，不知道你要卖谁啊？也许强迫国内的金融机构买进吧。可是过去的经验是，它大概都有30%是要外国的投资人买啊。那我觉得未来会碰到极大的困难啊，所以这个还要去观察啦。那这个联动的当然就是对美元资产长期的看坏。比如说，美国作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现在大概还有55%，那未来搞不好会跌破50哦。那本币交换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了啊。不过基本上并没有取代者啦，就并没有所谓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啊。可是大家都在自求多福啦，降低风险嘛。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我觉得。目前的美国对外的贸易谈判啊，我几乎没有看到顺利的啦，除了英国那个没有代表性因为英国那个是脱欧之后就跟美国开始谈了，而且美国跟英国没有明显的贸易顺差，那只要是碰到有明显的贸易顺差的，比如说日本，或者是最近的欧盟，基本上并没有什么进度了。而且石破茂还公开承认说我们还是卡到了，因为他要求汽车关税要全部取消，那美国已经公开表态了，说不可能。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啊。反正你看现在川普他们又在，就是每个人都变成taco了，就说7月9号就要到了怎么办啊？那再暂缓啊，再暂缓啊。我跟你讲，川普常常搞这种事啊，大家也不要觉得惊讶啊。川普当然第一时间就吹牛吹到天啊，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暂缓啊，哦这个我们在考虑了。你看抖音已经被延长几次了，然后延长到你都忘记的时候，他就偷偷取消了。他过去的记录就这样啊，所以对这种人啊，我认为有实力的国家没有理由要让步，最后一定会造成这个结果。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中国、欧盟、日本都没有让步，甚至连韩国我也没有看到在让步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了那至于这个留学生签证，坦白讲，我如果是中国留学生，我根本不敢去美国了，因为这个等于是政治审查。对，你怎么知道你哪一天的网络留言被人家搜出来了？就突然退学，被检举因为这一招就是他们后来想到的，就是说他才不相信一个中国的学生在国内微博都没有留言过对美国这个不利的语言那你也删不掉那所以国务院聘了一大堆懂中文的人就是准备对中国的社群媒体来做搜查所以你想一想，你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还有必要一定到美国留学吗？好，来请教聂老师。OK， 我先从债券这边来分析起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国家发国债，它跟金融债、公债不一样。它有一个国家发国债，它有2个大问题，一个是流动性的问题和结构性的问题。有些国家它发了这个国债，它其实有流动性问题，就是它出问题，人家不一定会去买它，但是它没有结构性问题。那最有名就是日本。所以日本它国债欠很多，但是它是欠自己国民。但美国呢，它的债务这么的高，到30几兆，它为什么它没有问题？就流动性的问题。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算起来某个角度叫很保本，因为美元不管这个 Bretton Woods System 的美元黄金本位已经瓦解，去跟能源挂钩，但是再怎么样，全世界还是以它作为只要世界风险有动荡最好的 hedge。就是避险的最主要的一个债券，就是说你现在还有别的国家，不管刚刚讲到 COFR 它现在已经降到60以下，但是 COFR 呢就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就是外汇存底这个量，它慢慢减少从最高80一直降到50多了。但是大家他还没有人能够取代它，每一个都差它很多。我现在重点就是，但现在出了问题，也就是它最近我们看到它债量的这么大，而且这国力越来越衰弱。国力越来越衰弱之后，我们在财经里面讲的就是2个 R 嘛，2个智慧游戏就是玩2个 R 双 R 的智慧游戏，你要创高 return 要高，报酬率要高，那 risk 风险要低。结果呢，它的报酬就算不降而且美国国力慢慢弱的时候，它票面利率搞不好要发比较高才能吸引人。好，它就算一般好了，那请问它的风险，你觉得它还这样过去这么稳吗？最早在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自己内部或跟外面的一些世界跟它的敌对的势力，尤其又有我们的对岸的壮大之后，它现在的势力越来越消减之下，风险是增高，因此你就会发现，从长债短债来讲，你就会发现，即便巴菲特买债，绝对买短期，或世界人都买短期，就国债这种长期债，大家就会抛售，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属于阴谋论的问题，比如就是要去美元化，或者有些大国要让这个美国呢，它自己的经济能够施力，使它呢就不会再有世界所谓3霸霸权霸道，甚至霸凌别的国家的这种做法。因此呢，就有人会用国力来卖债不管怎么说，它风险增加了。那当卖债，但是我们讲到加拿大，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当前阵也是关税的打击使他也觉得不满意这个美国的一些做法。当然，这个美国的债这个未来它的风险也增高，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当然，它从第5名到第7名。不过有一个数字我觉得比较奇怪，狂卖美债1.7兆，这1.7兆怎么来的？这是报章出来的，我知道，但怎么可能到1.7兆？可能我还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1.多兆就是已经很大的量的一个债务的持有了。我犹记得，在金融海啸之前，中持的中国其实还蛮厚的，它当时有5000亿，后来就在金融海啸，为了也算是帮美国的忙，去持了到8000多亿，就超过了当时日本7000多亿，就第一持债国了。现在持美债这个国债这么高的其实也不多anyway， 所以他每个月这样卖几百亿，其实要到兆不容易不管怎么说，中国这台币好换算成台币是吧？对，好 OK。那如果换算台币 make sense， 所以好，那讲到几百亿美元换台币，好，那这是报纸的写法，我觉得要清楚那再来就是
那我觉得中国它也从第1名跳到第3名了。那我们知道中国不管它是政治的一些考量或者政治经济考量都有啊。那当然加拿大它也从第5到第7名，因此我觉得它这个会是一些问题。好，那我最后想也讲一下那个签证问题啊。我觉得美国其实并不笨，他们也很聪明。你知道，我们当时在美国读书，真正的大陆留学来的也有2派。有一派也算是民主主义强的爱国的，也有很多是反共产党非常严重的。其实美国人跟很多这个华人在一起，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觉得最后啊就好像要全部排华，最后发现还是要做一些分野，所以他们想在这里分野。但是我觉得虚的实的，以及你不管是用口讲说你到底是不是支持美国，或者你要看手机，这手机到底能不能抓到证据，我觉得都还要观察，因为真正的情报员不会就在表面告诉你说我绝对讨厌这个美国，然后我就是喜欢这种，不会。真正情报员真要探究情报的话，搞不好就是用了一些方法更突破你的心防，到了你美国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防范，我觉得对或错，我觉得还值得探讨。好，帅将军。其实问题不是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是将来你美国中国大陆还要不要去？我要是学生，我不敢去。对啊，我去了，读了个半学期、1学期，你又让我出去，对啊，那学业中断，不说钱也花了不少。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只是商场上做喊 bargain 的一个手段，不会真正落实。第二个，我要呼吁全世界的人对美国的看法，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领袖，而是面对的一个商人。所以这个而且我很早就讲，中美之间只有经济作战。现在因为中国一硬扛，很多国家就跟着扛了，跟着扛，你延迟一个90天，后面又要延迟一个90天，大家就说好吧，那大家站着磨吧，因为我不可能一口答应以后我就30%的关税，50%的关税。所以现在川普面临的问题很严重啊，经济的问题，我看那个鲍尔死不答应，对不对？后面马上就面临问题，关税到现在一无成就。虽然以色列、俄乌打得漫天烟火，我跟你讲，那都是用外围棋子在搞。现在面临中俄可以玩一招啊，你今天不是打伊朗吗？我在诱惑你能够动用陆军陷入伊朗的泥沼，我只要俄国也是也好，中国也好，把武器供应点给伊朗，这样急着你以色列，以色列已经打的弹药都快空了，看你美国要不要介入。你美国介入啊，那中国俄国就鼓掌成效。当年你美国怎么害人家乌克兰，对吧？当年你自己忘了你在阿富汗陷入泥沼的下场吗？现在我只要几架运输机，弄点好的导弹，弄点好的防空网。你不要看啊，外围军事作战打得漫天烟火啊，这里面也含了有阴谋了。第三一个，我们看这个星舰，美国的 NASA 早就已经技穷了啦，没有一次搞成功的。你现在不是靠马斯克的星舰吗？马斯克虽然是嘴巴上道了歉，民不与官斗，我都怀疑这个意外事件是马斯克向你示威啊。